她是称霸亚洲的舞台女王，是ins粉丝破亿的世界顶流，同时她也是在巴黎疯马秀上脱下底线的叛逆者，是2026世界杯开幕式上引爆全球争议的焦点。从泰国甜妹到西方老钱家族继承人的绯闻女友，再到近期全网哗然的豪门妻妇Lalisa Malibu，这个毁誉参半、争议不断的顶流爱豆，到底有着怎样的命运剧本？今天我不聊不痛不痒的娱乐八卦，也不聊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，我将用秘密的手术刀为你切开它华丽的皮囊，直视它的真实面目和那深渊般的玄学谜团。这期全网独家深度解密，我将彻底揭开关于 Lisa 的4大悬疑。第一，更名改命真相。为什么泰国法师的一句话能让她在4000人的海选中成为唯一拿到通关门牒的真命天女？第二，养小鬼传闻，一个八字极寒、身弱13万的命格，究竟靠什么扛过了出道前的炼狱般的培训？第三，光明会血气疯马秀真的只是为了艺术，还是他用东方的清纯面具向西方献祭灵魂的投名状？第四，情变与豪门诅咒，他与 LV 三公子分道扬镳的传闻是否属实？到底是被豪门扫地出门，还是他伤官见官的反杀？大家好，我是全息命理师秉言指玄，本视频绝非无端猜测与地摊阴谋论，而是基于严密的八字理法、食神取向与时空大运进行的一场硬核逻辑推演。玄学不渡无缘之人，如果你也想看透这世间名利场背后的运行规律和深层黑幕，请点赞、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。你们的一键3连是我坚持用玄学揭露事件真相的最大动力。第一章，致命的出场设置 ，Lisa 八字原局深度拆解。在揭开那些惊悚的玄学谜团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回归命理学的地基。如果连这台车的出厂设置都没摸透，我们凭什么去评判它开过的泥泞与巅峰？今天我将用纯粹的命理逻辑为大家硬核拆解 Lisa 的八字命盘，不用担心听不懂，我会用大白话为你拨开这位顶流爱豆灵魂最隐秘的底色。Lisa 的官方生日是1997年3月27日，出生于泰国。我们排出的前3柱是丁丑、癸卯、戊辰。关于出生时刻，网上很多同行都在排丁巳时，但经过反复推敲后，我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是丁巳，它一定是辛酉时，也就是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出生。所以 Lisa 的完整八字为丁丑、癸卯、戊辰、辛酉。关于辛酉时的保真性，我会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层层验证。如果你有异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，我们友好讨论。第一节，大病与大药。 Lisa 的日元是戊土，日柱是戊辰，戊辰不属于4大魁罡，它没有魁罡那种刚烈，却拥有魁罡的强大吸收力与忍耐力。但是 Lisa 的这个假魁罡仍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，为什么？因为她生在农历的2月，也就是卯月，木旺土死。这座高山不仅生不逢时，还遭遇了地支的卯辰相穿。更要命的是，持住那股强大的辛酉纯金，直接跟日支辰土发生了辰酉合化金，意味着他这座戊辰高山被月令卯木疯狂穿刺鞭挞，同时又被持住的辛酉疯狂的泄耗，他早已是外强中干。幸好年柱有丁丑来救援，但是这个丑土离得太远，而丁火正印它在冰冷的丑土之上，实在太微弱了。我们得出结论 ，Lisa 她属于明显的身弱，而且全局阴寒，湿气极重，缺乏调候，属于大病之局。既然病得这么重，她的大药也就是喜用神是什么？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火。火是他的硬性，火能调候驱散阴寒，让他不至于抑郁崩溃。火能伤官配印，克制住他疯狂耗泄体力的辛酉金。最核心的是，火能官印相生，化敌为友，把代表公司的鞭打、冷酷的规矩这个卯木转化为升服自己的硬性，也就是名气、贵人、顶级 IP。没有火，它就是 K-pop 流水线上的一个淘汰品；有了火，它就是风靡全球的舞台女王。第2节，性格灵魂素描，结合经典的命理性格模型，我们来看看 Lisa 这台人形超跑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驱动力。这是决定她接触邪术、走向疯马秀的底层心理密码。大众印象丁丑与被动面具癸水，年柱是公众看他的第一眼观感和早期印象，月干是他真实人际社交的被动铠甲。丁火微弱，癸水温柔，所以他早年展现给大众的是那个双手合十、甜美顺从、带着萨瓦迪卡微笑，甚至有些逆来顺受的泰国甜妹。但这仅仅是面具。第2层，核心驱动月令卯木。
月令决定了一个人受到的环境熏陶和事业底色。卯木他是正官，代表他进入社会后，在严苛、等级森严的训练营环境中成长。他非常清楚，而且被迫遵守这个世界的丛林法则和规矩。但是因为卯辰川、卯酉冲的存在，这些规矩带给他的只是痛苦、压抑、束缚。性格第三层，本我与内核，也就是日主戊辰。褪去社会面具，他的本我是戊土，内核是辰土水库，代表他骨子里固执、务实，有极强的钝感力、隐忍力和吞噬力。在他出名前的蛰伏期，他像高山一样稳重、吃苦耐劳，甚至有点憨厚的底色。但是因为身弱，基座被掏空，让他缺乏安全感。天干的戊癸相合，暴露了他的本性。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，为了抓取资源、财富和上位，他有着惊人的隐忍、耐心和咬合力。性格第四层维度，主动人设与舞台面具，就是石柱辛酉，这是他最渴望成为的样子。辛酉纯金，是冰冷锋利、绝不妥协的伤官。伤官天生反骨，没有敬畏心，为了赢可以打破一切世俗禁忌。在舞台上，他就是那个有极致表现欲、充满攻击性，甚至带着危险性张力的掌控者。而他的灵魂最底层是大陵木，这是 Lisa 的日柱纳音。他在遭遇极限施压时，大陵木赋予了他野蛮生长的修复力，只要死不掉，他就能够吸收周围的养分，重新站起来。性格总结，大家不要被她的甜美骗了。Lisa 根本不是什么清纯甜美可人的小白花，她不是小绵羊，而是一匹狼。她是一个戴着乖顺面具，内心却非常现实、功利、渴望资源，为了打破压迫和束缚，不惜动用最极端手段的野心家。当常规的努力无法满足他登顶的欲望时，他命盘里那股没有敬畏心的伤官力量和财坏印带来的底线破损，让他在关键时刻敢于抛弃任何道德包袱，必然会驱使他走向玄学的偏门与资本的暗黑契约。第三节，骨相密码，为什么高山厚土的八字能长成窈窕美女？有些朋友可能会纳闷，戊辰的女生往往容易骨架大、肉质松弛。Lisa 1.67米的身高，怎么会有那么紧致的剑膜脸和直角肩？这就是我笃定她是辛酉时的铁证。在相法中，这就叫顽石化玉，金水相含。第一方面，木雕顽石，月令的卯木就像是一把雕刻刀，把原本可能臃肿的土块硬生生削出了修长挺拔的立体骨架。第二方面，辛金出风，石柱的辛酉是珠玉首饰之阴金，他们疯狂盗窃戊土的能量，回馈给他紧致的肌肉控制力和精密的线条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舞蹈动作能做到机器般的精准卡点。第三点，金水生言，渊海子平有云：金水若相逢，必招美丽容。辛金生癸水，纯粹的金水之气，塑造了 Lisa 极具现代金属质感的高级脸。第四，丁火明眸，年上丁火为眼，赋予了她明亮不浊、带着神秘色彩的勾人眼眸。朋友们，看到这里 ，Lisa 的生命底色已经完全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这是一台被严重压榨、带病运转、内部疯狂冲突，但只要加对燃料就能爆发出神级能量的超级跑车。这是一个披着甜美外衣、内心缺爱、没有安全感，而且极度现实、渴望冲破束缚的野心家。为了赢，可以典当灵魂的赌徒。命运的齿轮疯狂转动，当丙午纯阳烈火大运轰然降临，久旱逢甘霖，冰山遇烈日，直接把他推上了全球顶流的神坛。泰国古庙里的鹰牌是如何助他撑过残酷的训练，没有倒在爆红的前夜？他与巴黎风马秀上的权势之眼究竟达成了怎样的血色交易？请点赞，紧跟我进入下一章，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暗黑惊悚，别走开，我们马上揭秘。第二章，荣冠东西 ，Lisa 的暗黑成名局大揭秘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爆红，也没有毫无代价的作弊。今天我就用东方古老智慧为你彻底解开 Lisa 身上的三大玄学疑云：改命、养小鬼与大眼会血迹。疑云一：13岁改名，为何能逆天改命？了解 Lisa 的都知道一个公开的事实：13岁那年，她参加 YG 泰国选拔，迟迟等不到结果，妈妈带她去寺庙求助，法师只做了一件事，把她的名字从普兰普利亚改成了拉丽莎。神奇的是，改名后仅仅1周，她就接到了通知，成为了4000人海选中唯一入选的幸运儿。这难道是鬼故事吗？绝不是，这是极高明的五行置换改命术。她原来的名字普兰普利亚在泰语里是温柔的呼吸，心灵的挚爱，听着很美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五行里，它属于虚无的阴木阴水，
我们上一章说过 ，Lisa 的八字阴寒，像个冰窟窿，用原来的名字就等于给这个冰窟窿又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青苔，她注定只能孤芳自赏，郁郁不得志，在人群中被隐藏。而高僧赐名 Lalisa， 意为被赞美的人，备受瞩目的人。在食神取向里，名气、聚光灯、被赞美，五行属于纯正的火。好比在他阴冷的人生剧本里点亮了一盏大功率的探照灯，肯定会有观众问：秉炎老师，改个名字就能让他从4000人中杀出来？我不信。这种质疑非常合理，但是在 Lisa 这里，改名只是要隐私，真正的东风是她的大运。当时 Lisa 正走在乙巳大运中，这本是一部带着火气的好运，但坏就坏在地支发生了巳酉丑三合金局，大运好不容易送来了巳火，却叛变成为了金，让他的星途起航始终差口气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只差一把火。就在这最焦灼的时刻，法师的这个属火的 Lalisa 就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瞬间点燃了年柱那摇曳的丁火。就好比你考了59分，阅卷老师心善给你加了1分，让你刚好及格。所以并不是新名字威力无边，而是量变引发了质变。那个闪耀全球的舞台女王，就在那一刻被玄学借来的火光照亮了。从命理上看，母亲和法师不就正是年上这个丁火正印吗？疑云2，泰国古曼童八字里的暗黑祭坛。接下来的话题极为敏感，关于 Lisa 养小鬼以降头术转印的传闻，尽管网上传得满天飞，但一直没有实锤。本人不编故事，不贩卖地摊阴谋论，我只看八字里藏着的铁证。为什么我说他极大概率借助了非常规的阴极能量？下面我将分4步来论证。第一，看环境与驱动。娱乐圈本就是名利绞肉机，而他身处泰国，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利，加之他有过求助法师改名的前科，说明他并不排斥玄学。第二，看性格底线和驱动，他八字天干上有癸水克丁火，这叫财星破印，正印代表底线，而财是欲望，再加上戊癸合，这是私自咬住利益，他的潜意识里为了成功是绝不介意走捷径的。第三，最核心的命理铁证，它自带暗黑祭坛体质。Lisa 地支有丑土、辰土2个巨大的木库，命带双阴库，而且八字偏寒的人直觉极强，在玄学里这叫容气属性拉满，是最容易与阴界共振的宿主。我们再来看他的4柱意象，简直是一幅恐怖画卷。年柱丁丑，这是阴暗坟茔上点着的长明明火；月柱癸卯，这是摆在神台前阴冷的符水与花草贡品；日柱戊辰，这是巨大而阴湿的肉身容器。10柱辛卯，这绝不是斩妖除魔的宝剑，而是精密的赐福法针，是镀金的古曼童法相。各位看懂了吗？ Lisa 的八字天生就是一个随时准备接收异界能量的泰国暗黑祭坛。第4点，致命的血条逻辑。养小鬼能给他带来名气吗？错，古曼童极阴给不了他属火的名气，他给的是血条，也就是体能与抗压。Lisa 她在出道时正行乙巳大运，地支形成了巳酉丑3合金局。对于深入的戊土来说，巨大的金局就是一台疯狂的抽水机，会持续性把他的体力、精神甚至寿命抽干。按照原剧本，他早就该抑郁、伤病，扛不住重压，退出练习生了。但他不仅熬过来了，还以怪物新人的姿态爆红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古曼童阴盘的作用就是强行撑大他戊辰这个容器，给他疯狂回血，让他像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扛过了3合金局的残酷卸罚。当然，我要客观的说一句，古曼童不可能凭空造出一个巨星。Lisa 能爆红，最根本靠的还是他极高层次的命局配置和后来的大运。养小鬼只是他在这场成名大逃杀里买的一件复活甲加大号血瓶罢了。疑云3，光明会血气，逃离东方的毛友大冲。2023年9月 ，Lisa 登上了以脱衣舞著称的巴黎疯马秀舞台，全网哗然，无数人怀疑她加入了光明会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议会。这是她交出的投名状，是真的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命盘的流年轨迹。2020年 ，Lisa 踏入了她人生中最辉煌的丙午纯阳烈火大运。Lalisa 破吉尼斯世界纪录，登顶100大最美面孔。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火就是他命里的真神。但是到了2023年癸卯年，大地震来了，流年癸卯与他的月柱癸卯伏吟，直接引爆了命局中的卯酉大冲、卯辰相穿以及卯午相破。卯木就代表东方韩国 YG 公司、东方规则以及乖乖女的人设，而酉金就代表西方资本商官的野性、叛逆、极度的自由。他为什么要脱去衣服去跳疯马秀？因为在命理上，卯木他一直在穿害他的内心尘土，让他痛苦、窒息、没有安全感；而酉金却与他相合，也就是辰酉六合，让他感到无比的自由快乐。流年的卯酉大冲，就是他主动用西方资本的刀砍断了东方规训的枷锁。那么说他加入光明会是否有现实的蛛丝马迹来印证？
我们知道光明会的核心标志就是权势之眼，在易经里，眼睛属于离卦，五行属火，而 Lisa 她缺火，加入这种以火和光明为图腾的西方顶级组织，在玄学逻辑上就是一场借运补火。所以在她后期的 MV 里，我们看到了大量单手遮眼、666圈住单眼的经典投名状手势。加入西方资本阵营后，她的性格也从带点讨好感的萨瓦迪卡甜妹，也就是鬼卯，逐渐异变成了拜金狂野的 rockstar 新友。最绝妙的逻辑闭环来了，她为什么不能一直靠养小鬼，而非要去混西方光明会？这是命运推着走的，身不由己。我们前面说了，古曼童它是极阴之物，最怕太阳。2020年 ，Lisa 走进了丙午纯阳烈火大运，阳气太足了，大运的午火直接穿破了她装小鬼的丑土阴库，形成丑午穿。小鬼被太阳真火烤得快要魂飞魄散，已经护不住她了。为了维持住这泼天富贵，在东方玄学崩溃的绝境下，他只能完成把脉升级，抛弃阴暗的古曼童，转头代表西方绝对权力的权势之眼。朋友们，命理如刀，刀刀见血。通过八字理法、流年大运与现实事件的交替印证，我们看清了 Lisa 身上的玄学轨迹。早年用改名借火拿到了入场券，中期用古曼童借土扛过了地域消耗，巅峰期用光明会血气借离火实现了脱亚入欧成功国际化，并且与 LV 三公子深度交往。他是一个娱乐圈最典型的暗黑标本，他的爆红是底层命局、极端性格与玄学外挂的三方合力，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，也没有毫无代价的魔鬼交易。当他抛弃了东方的庇护，一头扎进西方老钱资本的怀抱后，他与 LV 三公子的豪门恋情真的能够修成正果吗？未来的星运是升腾还是坠落？请大家歇口气，动动发财的金手指，点赞、收藏、转发本视频，关注秉言指玄频道，不要走开，残酷的真相往往在最后揭晓。第3章，豪门欺负 Lisa 的情感迷局与星运预测。本章我将扒开全网最关注的2个焦点，他与 LVMH 三公子的豪门月恋到底藏着怎样的命理玄机，以及在经历2026年口碑反噬后，他未来的星运又将走向何方。第一节，丙午大运与2026岁运并临。在分析恋情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厘清他这部堪称神仙下凡的大运。丙午大运2020年至2029年 ，Lisa 的原局是一个严重的身弱而且阴寒的命盘，她的大病是缺乏调候，而丙午大运是干支一气的纯阳烈火，这在命理上叫做大病得大药。这10年是他人生真正驶入无障碍高速公路的极品喜用大运，他给世界呈上了一份摧枯拉朽般的履历。2026丙午流年，懂一点八字的朋友可能会困惑，既然丙午是他的绝对喜用，为什么他在世界杯开幕式上的表演会遭全网痛骂，歌词拜金，舞台擦边，史上最差？喜用的火年，为什么他的口碑反而崩了？这就是命理法的哲学，物极必反，岁运并临。大运是丙午，流年也是丙午，这在命理上叫做岁运伏吟，火太旺了。天干透出2个丙火，双丙火真合心金，火多金融，再加上开幕式是在甲午月，木来生火，地支3个午火一穿丑土，他的基本盘丑土受到强烈伤害。资本与顶级平台太急于榨取他的商业价值，把他架在了一个不适合他的正统舞台上。心金本是精密的珠玉，代表他高级的性感与五感，但是在丙午盛夏，心金被双丙午烧融了，就表现为舞台上的动作变形，歌词俗套低俗，艺术灵气荡然无存，名气大到了极致，反而深深毁掉了他的才华。所谓枭神夺食。第2节 Lisa 的恋情迷局。聊完了大运流年，我们再来分析他与 LVMH 集团三公子弗雷德里克·阿尔洛的豪门恋情，到底是真的爱过，还是各取所需的营销？从命理上看，他们真真切切的深爱过，这是 Lisa 命中注定的正缘。下面让我们对照时间线与八字磁场，还原这场豪门虐恋的始末。2022壬寅年，地支寅木为七杀，偏官夫星。地支形成乙卯辰3会东方木局，直接引动了他的婚姻宫辰土，同时寅午半合，引发了山印相生。这一年顶级男神的强烈攻势让他心门大开，2人坠入爱河，完全符合命理逻辑。事实印证，2022年11月，弗雷德里克专程飞往洛杉矶观看 BLACKPINK 演唱会，后台合影，绯闻出团。2023年癸卯年，卯木就是他命定的正牌男友，也就是正官星的化身。去年的偏元寅木升格为正元夫星卯木，也就印证了三公子的身份，老钱家族权贵背景，也就是正官正财升正官。事实印证，科切拉音乐节陪伴巴黎餐厅靠肩，同游希腊，以及登上阿尔洛家族游艇。但是原局的剧痛爆发了，流年的卯与他的夫妻宫辰发生了卯辰相穿，同时与时之酉发生了卯酉相冲。八字告诉我们，这绝非是童话里王子和公主的无瑕的爱情。
他们从确立关系的第一天，老钱家族的苛刻规训就在伤害他的内心，而他骨子里野性难驯的三观也在死死抵抗豪门的束缚，相爱相杀的剧本就此拉开序幕。2025-24年，天干乙木正官偷干，流年与元局形成了巳酉丑三合金局，在热恋期逢三合，而且有巳火这个印星来组局，这本来是见家长敲定婚事的意象，而事实是2025年2月，男方赴泰国陪 Lisa 及母亲过情人节，近似见家长；3月受访松口，希望私生活低调，但是全网期盼的大婚并未到来。为什么没能嫁入豪门？在极具仪式感的见家长环节背后，三合金局将 Lisa 性格里的伤官见官的反骨推到了巅峰。面对老钱家族对女性体面、言行、规矩的极端要求，Lisa 内心的伤官能量全面爆发，她拒绝做被豪门规训的金丝雀。2026-05年，地支发生了卯午相破与丑午相穿，卯木是三公子，也是 LVMH 家族的体面，午火是 Lisa 在2026年失控极具争议的全球流量。所以我们看到网上爆料，2026年3月巴厘岛生日派对，男方首次缺席；4月男方停止点赞，兄长取关划清界限。6月24日 Vanity Fair 专访确认二人已经分手 ，Lisa 重回单身。为什么偏偏在2026年画上句号？因为卯午相破 ，Lisa 身上越来越狂野拜金，失控的负面能量破了二漏老钱家族最看重的底线与名誉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，Lisa 与三公子的分手100%为真，不是因为他们不爱，而是她的火太烈，烧毁了豪门的规矩。家族层面统一行动，将其社交圈清除，是这场秘密排异反应的必然结局。第3节终极前瞻 ，Lisa 的未来星运。走过了2026年的恋情破裂与口碑震荡 ，Lisa 未来的星运将走向何方？2027年天干双丁火直接克制她的10柱心经，她的艺术创作、舞台表现力仍会受到舆论和心理层面的双重打压。地支丑未相冲，这是2027年最危险的信号。在这一年 ，Lisa 极有可能面临内部利益撕扯、合约官司、老粉脱粉、基本盘分裂，或是早年隐秘玄学事件的黑料大曝光。这一年是她名下资产与团队清洗的震荡期。当时间来到2030年，Lisa 将正式跨入人生下一个10年的丁未大运，这是一部强火强土的大号红阳大运。这部大运的核心主旋律就是惨烈撕裂根基的丑未大冲，预示着4大巨变。第一，资产与暗盘的大洗牌，在这10年里，它会进行疯狂的资本运作，财富规模会超越偶像时期。但冲代表剧烈的动荡，税务稽查、股权撕扯、合同官司，以及早年未公开的资本玄学密约被彻底宣翻。第二，根基与基本盘的断裂，丑未大冲代表他与早年培养起他的东亚基本盘彻底决裂，他的原生家庭长辈健康也会在这一时期面临重大考验。第三，藏肝惨烈复刻，他的体能、容貌花期、呼吸系统、内分泌以及妇科健康迎来断崖式的衰退。第四，职业转型，35岁后的 Lisa， 她将会卸下舞台性感辣妹的枷锁，逐渐退居幕后，变身为孵化新人、影视投资、跨界时尚资本的暴君式操盘手。尾声，神魔同体与凡人破局，从单亲家庭出身的泰国女孩，到称霸全球的 K-pop 女王。从改名借运、古曼童保密，到巴黎疯马秀的血色投名状，再到未来丁未大运地动山摇的资本清洗 ，Lisa 用她这具带着戊辰甲癸刚与心有纯伤官的躯体，为我们上演了人类野心与命运搏斗的极致戏剧。名利场是一场浩大的神魔同体，它得到了万众瞩目的光，也吞下了深渊相伴的黑。但你们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和 Lisa 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，拥有完全相同八字的女孩，至少有上万人。可为什么偏偏是她拿到了那个唯一的全球顶流体验卡？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一个宇宙真相：同八字不同命。4柱八字从来不是写死的命运判决书，它只是上天发给你的一份剧本大纲。是 Lisa 自己抓住了那些改命的契机，用改名借来第一把火，用古曼童强行回血扛煞，再用光明会的血气去稳住西方资本的盘。我们抛开道德善恶不谈，它是一个用尽一切手段将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，借玄学杠杆撬动地球的绝佳范例。命运剧本就像那首简单的小星星，旋律是固定的，有人敷衍了事弹成了大婴儿歌，而有人硬生生把它演奏成了一首惊世骇俗的交响乐。这证明了我们每个人始终拥有改变命运的主动权。听到这里，或许有人会问，秉言老师，这种作弊的黑暗玄学手段，难道就没有反噬吗？难道这个世界就任由魔鬼和资本统治吗？天道酬赋，因果不虚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捷径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极其昂贵的价格。反噬未必是天降惊雷，更多时候它是灵魂的异变与根基的坍塌。随着丙午大运那轮纯阳烈日的升起，极阴的古曼童早已灰飞烟灭。
但是 Lisa 她已经习惯了开外挂打游戏的爽感，她不甘心跌落，于是饮鸩止渴，她毅然倒向了西方资本的权势之眼。我可以断言，去疯马秀是她人生中最愚蠢的一步棋。他以为自己摆脱了东方盲目的严格规训，换来了西方赋予的彻底自由，但代价是什么？他会丢失庞大的东方基本盘和市场，他的性情也在三观无治中变得乖张堕落，极度的物欲扭曲了他那原本亲和可人的面容。今年夏天的口碑崩塌，正是天道反噬的第一波浪潮。更可怕的是，在他未来的丁未大运将爆发出惨烈的丑未大冲。丑土是他八字的根，是他辛酉金的温床，更是东方文明赋予他的深厚底蕴。他为了脱亚入欧，亲手斩断了东方的根基，但是他忘了看点柱上那盏象征着贵人与好运的博灯丁火，正是安放在丑土之上的。当根基被彻底冲垮，那盏护佑他半生的博灯又将何处安放？当更远未来的戊申大运到来时，等待他的恐怕只能是在无知的纵欲与名利绞杀中沉入无底的深渊。出卖灵魂换来的自由，最终只会成为囚禁灵魂的牢笼。屏幕前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不只是为了看一个国际顶流明星的八卦。Lisa 她是一面镜子，照见的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抉择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既定的五线谱中跳舞，面对职场的迷茫、生活的高压、情感的困惑，你是选择摆烂、躺平、糊弄自己，还是渴望在有限的舞台上演绎出属于自己的惊世佳作？决定的旋钮就握在你的手里，但前提是你必须先知道自己的命运剧本到底写着什么，你的天赋在哪，你命中的财富有多少，藏在何时何地，你的正缘究竟何时出现，它是来报恩还是来报仇的？你命中注定的结束又该如何化解？这些答案早就写在了你出生的那一刻，被宇宙星辰封装在了你的人生出场说明书里，它们化作天干地支，伴随着你的一生。如果你不想在人生里蒙头乱撞，如果你渴望拿到属于自己的通关文牒，如果你想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理人，请来找秉言，我会用传承千年的医学智慧为你破解这组干支密码，为你定制一份浅显易懂的万字全息命书。这不仅是一份精准的命运地图，更是一套合乎天道直击痛点的人生战略方案。知命方能不惑，用命方能成功，改命方能破局。不贩卖焦虑，只提供解法。我是秉言指璇，你的人生战略规划师。如果这期深度视频对你有哪怕一丝启发，请务必点赞、关注、收藏，一键三连。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硬核玄学内容的唯一动力。想要获取在线1对1深度命理咨询、定制专属命书的朋友，请点击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或查看我的个人简介，添加我的联系方式。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有缘人都能拨云见日，掌控人生。我们下期玄学解密不见不散。